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紫雲健康頻道，我是苗醫生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想和各位朋友聊一個大家最常見的話題，小兒咳嗽。不管是在換季的時候，還是這段時間流感的高發期，只要孩子喉嚨裡發出寒呵呵的聲音，家長的心就懸了起來。很多爸爸媽媽在微信就給我發消息，苗醫生，我家孩子咳了1天了，是不是受寒了啊？能不能吃银耳燉雪梨啊？要不要到您那儿給看看啊？這種焦慮我特別能理解。聽着孩子晚上咳得睡不着，或者咳得小臉通紅，家人肯定很難受。但是咳嗽其實分很多種情況，如果你沒分清寒熱，用錯了治療方法，比如明明是寒咳，你卻給了寒涼的梨湯，那咳嗽可能反而会加重了。所以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會結合我們醫院裡兒科醫生的臨床經驗，分享給大家一些實用的小兒止咳知識，包括怎麼分辨孩子是什麼咳嗽，以及我們在家裡能用什麼中成藥、什麼推拿手法，還有什麼食療方来幫孩子緩解咳嗽。這一集乾貨非常多，建議各位家長朋友先點讚收藏，方便孩子咳嗽的時候隨時拿出來对照使用。首先，我們得先搞清楚到底什麼是咳嗽。在中醫古籍裡，对這2個字其實分得很細。古人有一句話講得很清楚：有聲無痰謂之咳，有痰無聲謂之嗽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只是乾咳有聲音但沒有痰，那叫咳；如果喉嚨裡呼嚕呼嚕有痰聲，但咳的聲音不明顯，那叫嗽。當然，我們在臨床上見到的絕大多數都是有聲又有痰的，所以合稱為咳嗽。這相當於西醫裡講的急性支氣管炎或者是支氣管炎。當然，如果是咳嗽時間比較長的，我們叫慢性咳嗽。家長朋友們首先要建立一個觀念，咳嗽本身是身體的一种保護性反應，它是為了把呼吸道裡的病菌、痰液排出來，所以千萬不要一聽到咳嗽就想着立刻用強力镇咳藥把它壓回去。我們要做的是幫孩子把痰排出来，把引起咳嗽的那個根源，無論是風寒、風熱還是积食給解決掉。那麼當我們面對孩子咳嗽時，第一步就是辨證，這也是家長問的最多的。我家孩子是寒咳還是熱咳？根據臨床經驗，我們把小兒咳嗽主要分為最常見的4大類型，家長們可以对照一下，看看家裡孩子的症狀對得上哪一種。第一種叫風寒咳嗽，這種咳嗽往往是因為孩子受了涼，風寒犯肺引起的。怎麼判斷呢？我們可以看一下孩子流的鼻涕，如果孩子鼻塞流的是清鼻涕，像水一樣的鼻涕，或者打噴嚏，再問問孩子喉嚨的感覺。孩子如果表達得出來，他会說喉嚨癢，一癢就想咳。最關鍵的是看痰，這時候孩子咳嗽咳出來的痰是以白痰為主，或者是那種白色的泡沫痰。如果孩子具備流清鼻涕、喉嚨癢、白痰這幾個特點，那多半就是風寒咳嗽了。第二種叫風熱咳嗽，既然是熱，表現肯定不一樣。首先，這種咳嗽咳起來比較費勁，痰不太容易咳出來。如果咳出來了，我們會發現痰是黃色的，比較濃稠。同時，孩子可能會說喉嚨痛，或者總是想喝水，覺得口渴。我們再觀察下孩子的鼻涕，風熱咳嗽流的鼻涕通常是比較稠、比較濃的。簡單記就是黃痰、濃鼻涕、喉嚨痛、口渴，這就是熱性咳嗽的典型表現。第3種叫痰熱咳嗽，這個比單純的風熱更重一點。顧名思義，就是既有痰又有熱。這種孩子咳嗽的痰特別多，咳出來的痰是又黃又稠又黏的，聽聲音咳嗽聲非常重濁。有些小寶寶不會吐痰，但你聽他的喉嚨裡会有明顯的痰鳴音，會呼嚕呼嚕的響。孩子還可能伴有小便黃、大便乾、便秘的情況。如果我們注意看孩子的舌頭，舌質是紅的，舌苔是黄的、厚膩的，這種就屬於痰熱咳嗽了。第4種也是現在孩子特別常見的一種，叫痰熱夾滯，也就是積食咳嗽。很多孩子咳嗽是因為吃出來的，除了有上面說的黃痰、痰熱的表現之外，這種孩子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，就是口臭，嘴巴裡有酸臭味，肚子經常脹脹的，不太想吃東西，或者之前吃了很多大魚大肉、零食，這就是中医常講的實質，消化不良夾雜着痰熱，導致了咳嗽。當然，除了這4種急性咳嗽，還有一些氣虛或陰虛引起的慢性咳嗽。比如陰虛咳嗽通常乾咳無痰，氣虛咳嗽痰比較多，但咳得沒力氣。不過今天我們主要針對家長最容易遇到的這4種急性情況來說解決方案。好了，分清了類型，大家最關心的環節來了，孩子咳嗽到底該吃什麼藥，怎麼推拿來進行調理呢？
我們一個個來对症說一下。這裡提到的中成藥和方法都是臨床上兒科常用的，大家可以記一下。首先是針对風寒咳嗽的調理，既然是風寒，治療原則肯定是疏風散寒、宣肺止咳。中成药方面，我们可以選擇杏蘇止咳顆粒，這個藥對於疏風散寒效果不錯。推拿方面，家長可以在家給孩子做這幾個動作：輕揉肺俞穴，補肺經。補肺經我們在上一期視頻裡說過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。揉山中穴，分推肩胛骨，每個動作大概做300次。外治法可以用艾灸，隔着姜片灸肺俞穴，大概3到5壯，但一定要注意，千萬別燙傷孩子的皮膚。其次是針對風熱咳嗽的調理，熱咳就要疏風清熱，宣肺化痰。中成藥方面，可以選擇小兒咳嗽寧糖漿，這個藥對於風熱引起的咳嗽、咽痛是個不錯的選擇。推拿方面，手法要變一變了。要清肺经，從无名指指根推向指尖，就是補肺經的手法反着來，揉肺俞，推山中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手法叫青天河水，在前臂內側正中，從手腕推向手肘。我們在小兒感冒那一期視頻裡也說過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，也是各300次。食療方面，大家熟悉的川貝燉雪梨，這時候就可以用了。用川貝3克，雪梨1個，加點冰糖，蒸30分鐘。記住，只有熱咳才適合吃這個，寒咳吃了會更嚴重。第三，針對痰熱咳嗽的調理，這種黃濃痰、舌苔黃膩的情況，我們要清熱宣肺化痰。中成藥方面，臨床上常用的有一個叫費力咳合劑，它清熱化痰的作用比較好。另外，小兒宣肺止咳顆粒也可以，它主要針對風熱咳嗽伴有痰的情況。推拿方面，我們要補脾經、揉板門、揉肺俞，各300次。食療方面，飲食要清淡，可以喝薏米紅豆粥去濕熱。這時候千萬記住，忌甜食，忌生冷，甜食會生痰，生冷會傷脾胃，讓痰更多。最後，針對痰熱夾積食咳嗽的調理，這種又有熱又有積食、口臭、腹脹的孩子，治療原則是清熱宣肺，同時一定要消食導滯。中成藥方面，我個人在臨床上用的比較多的是小兒消積止咳口服液。這個藥雖然味道稍微苦一點，但它既能清熱化痰，又能消食，對這種積食咳嗽效果還是很不錯的。推拿方面，除了揉板門，還可以清脾經、清胃經、運內八卦，再加上順時針揉腹，幫助它消化，各做300次。食療方面，可以用炒蘿蔔籽加上陳皮煮水喝，這個水消食化積的效果很好。飲食禁忌，這點很重要，暫停零食，讓腸胃休息一下。平時可以吃點小米粥、山藥泥這種好消化的東西。除了吃藥和食療，關於家庭護理，我這裡還有幾條非常實用的建議，不管哪種咳嗽都適用。第一，不要太緊張。如果孩子在1歲以上，咳嗽症狀不是很嚴重，精神狀態也很好，其實可以在家先觀察，遵循多喝水、多休息的原則，不一定非要馬上吃藥或者去醫院折騰，避免交叉感染。第二，關於緩解喉嚨不適的小妙招。如果是2到6歲的孩子，咳嗽喉嚨不舒服，家長可以餵一點蜂蜜，每次2到5毫升。蜂蜜有很好的潤肺止咳、緩解咽部刺激的作用。如果家裡沒有蜂蜜，用谷物糖漿代替也可以。如果是6歲以上的孩子，可以讓他吃一點喉糖，比如京都念慈庵枇杷潤喉糖，或者日本大正製藥的殺菌消炎潤喉糖也行，這樣能促進唾液分泌，緩解喉嚨癢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避免嗆到氣管裡。好了，說了這麼多，希望能幫大家理清思路。咳嗽雖然常見，但只要我們家長學會觀察孩子的鼻涕、痰、舌苔，分清了寒熱虛實，照顧起來就沒有那麼緊張了。雖然今天我們分享了很多中醫兒科的知識，但如果孩子咳嗽非常劇烈，出現呼吸困難、高燒不退，或者精神狀態非常差，請一定要及時到正規醫院就診，不要耽誤了病情。如果您覺得今天的內容對您照顧孩子有幫助，請不要吝嗇您的點讚和轉發，把它分享給身邊更多需要的爸爸媽媽。如果您還有什麼關於中醫育兒的問題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挑選大家關心的話題在後面為大家解答。我們下期視頻見，祝願所有的寶寶都能健康快樂的成長。